5月9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着众多媒体的面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印度的轻蔑，彻底撕开了印度所谓强大表面下的遮羞布。作为经济位列世界第5，一直自诩为世界第4军事大国的国家，印度近些年来却屡屡陷入尴尬境地。引以为傲的法国阵风战机在全世界的镜头前被巴铁击落，寄予厚望的航母计划又遭受严重挫折。这些事情让人感到疑惑，印度军队你到底行不行？近日，网红豪哥哥改编的歌曲《看我的飞机被打了》火遍了全球。魔性的音乐插曲配上印度方面3架最先进的法国造阵风战机被击落的事实，搞笑属性拉满，让人捧腹大笑。但在脸皮比城墙厚的印度网友看来，这简直就是在瞎编乱造，是在抹黑嫉妒印度军队。要问印度网友哪里来的自信，原因很简单，从纸面数据上来看，印度军队是世界第4大军事力量，其军队规模跟装备数量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据检视防务周刊的权威统计，在2025年5月前，光是4代半战机的数量来说，印度拥有272架苏 30MKI 重型多用途战机和36架法国造阵风战机。此外，印度还拥有48架幻影2000，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与之相比，巴基斯坦空军在数量上远远逊色于印度。目前装备的歼 10CE 仅有20架，二手 F-16大概有75架，而且还被美国要求只能用于反恐作战，不能参与到印巴冲突里，否则就锁机。巴铁装备最多的主力机型是 JF-17 枭龙战机，这款中巴联合研制的战机，巴方装备有160架，是巴基斯坦空军的主力战机。只从数量上来看，巴基斯坦输定了。但现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在数据的华丽外衣下，印度军队有着许多致命缺点，比如说装备无法自主，无法形成统一的作战系统，并且印度先进武器还严重依赖进口，弹药储备也不足。这些缺点都严重降低了印度军队的真实战斗力。众所周知，印度人喜欢买武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24年发布的最新报告就显示，印度俨然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在全球武器进口里所占比例为 11%。在印度人看来，造不如买，买的东西越贵越有战斗力。但现代战争讲究一个体系化作战，你印度又是买法国的装备，又是买俄国的装备，又是买美国的装备，而这些装备体系都不兼容，就好像安卓的软件没办法装在苹果手机里一样。自然而然，装备万国牌装备的印度军队没有办法形成合力，连最基本的协同作战都存在困难，更不用说成体系作战。这个缺点在5月7号爆发的印巴冲突里展现无遗。当印度空军满怀着必胜信心派出了引以为豪的阵风战机后，却没想到在第一时间内就遭到了巴基斯坦空军 ZDK-03 预警机、歼 10CE 战机和霹雳15空空导弹以及地面防空体系4位一体的综合打击。据巴基斯坦军方披露，仅仅一个晚上，他们在拉萨斯坦邦附近就击落了3架阵风战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残骸视频清楚地显示，至少有2架阵风战机在起飞后不久就被巴基斯坦方面的防空系统精准锁定。这起事件让印度颜面尽失。然而，依赖进口装备让印度军队无法形成体系化作战能力只是问题之一。对于印度军方来说，弹药储备数量的不足才是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印度自己也不避讳。2024年，印度官媒《印度时报》就公开发表评论说，印度陆军的弹药储备只够打14天的全面战争。这个数字在现代战争冲突里无疑是捉襟见肘。试想一下，如果印巴双方进入到全面战、持久战阶段，印度很快就会面临弹药打光、军队弹尽粮绝的窘境。更让印度高层崩溃的是，印度的航母计划也让人不省心。维克兰特号作为印度首艘国产航母，耗费了印度上百亿美元，用了10几年才在2022年勉强服役。但悲催的是，这艘航母才刚刚下水不久，就频频爆出技术上的故障。就在今年年初，印度快报披露，维克兰特号航母在一次演习里，因为动力系统故障，被迫返港修理。要知道，印度人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印度洋是印度的大洋，其海洋野心可见一斑。但从目前印度航母的拙劣表现来看，这句口号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了。作为全世界第5经济体，看上去印度庞大的经济实力可以成为军事发展结实的后盾。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印度的 GDP 就达到了 3.93 万亿美元，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800亿美元。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高昂的军费投入并没有让印度军队获得一流的战斗力，反而因为资源浪费和进口依赖，印度的军费始终没有用在刀刃上。从这次实战来看，印度孱弱的军事实力和庞大的经济实力之间形成了一对鲜明的矛盾。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说过，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一流大国。
秉持着这个思想，印度海军一直有一个把印度洋当作自己内海的梦想。为了实现自己在印度洋上称王称霸的目标，印度政府计划到2030年，印度海军要有200艘海军战舰以及500架先进战机。但从现实来看，这个目标目前还是臆想。就拿印度审计署在2024年的报告来说，在过去的10年里，印度海军投入了超过3万亿卢比用于海军舰艇的建造。但由于印度拉胯的造船工业，其造出的船里有 30% 的舰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没有办法正常服役。也就是说，3万亿卢比里差不多有1万亿卢比被用来打水漂、建废铁。像2023年入水航行的苏拉特号驱逐舰，在第一次试航的时候，发动机就出现了严重故障，整艘船被黑烟所笼罩。不得已，这艘全新的印度驱逐舰只能停留在港口里大修，到现在维修它所花费的钱已经超过了20亿卢比。印度军费利用效率如此之低，那么巨额投入肯定就无法转化为实际战斗能力。印度军队弹药储备的不足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矛盾。印度陆军的参谋长潘德在2024年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印度陆军目前所拥有的弹药储备只够支撑14天的作战需求。这个数字不但远远低于2到3个月的国际标准，也让印度在碰到突发军事冲突时完全没有信心。为了补上这个缺漏，印度政府在2025年初赶紧划拨了5000亿卢比去紧急采购所缺的弹药。可由于采购流程繁琐，资金调度上也遇到难题。直到5月7号朱砂行动前，印度军队也没有解决弹药缺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印度却仍然花费巨额外汇去进口昂贵而不实用的武器系统，比如价值40亿美元的 S400 防空系统。尽管在乌克兰战争里已经充分证明 S400 的作战效能不高，但印度政府宁愿拆东墙去补西墙，也要购买这种昂贵而不实用的俄制防空系统。让人感叹，印度军费简直没有花到刀刃上，存在极大的不合理。经济第5的头衔着实耀眼，但印度在军费上低效率的高额投入，就好比把水泼到了干燥的沙地上，这注定了印度军队在可预期的未来无法成为一支一流军队。身处南亚次大陆，印度的地缘环境在整个世界上都可以说是异常艰难。北面要与强大的中国对峙，西面自建国以来就和巴基斯坦冲突不断，这种双线作战的局面让印度军队不堪重负。无论是陆军空军的部署，还是海军的扩张，在中国跟巴基斯坦的联合夹击下，印度就好像是奥利奥饼干里的白色夹心层，要承受2倍压力，显得力不从心。在印度看来，强大的中国才是头号假想敌。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就在中印边境地区大幅增兵。为了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歼20等先进战机，印度针锋相对部署了大量苏 30MKI 战机，试图占据空战优势。然而，这款俄罗斯制造的4代半重型战机虽然性能优越，却因为印度缺乏维护先进战机的能力，导致其战备率低下。据印度空军2024年的内部报告来看，印度空军苏 30MKI 战机的战备率仅仅只有 55%， 也就是说，近一半的战机在关键时刻无法正常起飞作战。在这种条件下，印度军队的双线作战能否维持优势，他自己心里有数。最让印度高层感到头痛的还要数海军。印度海军参谋长特里帕蒂在去年表示，计划印度海军在5年内要新增20艘战舰，但截至现在，这个目标只完成了一半。最为悲催的是，印度海军卡瓦拉蒂号护卫舰在2024年的一次远洋任务里，这艘印度战舰因为雷达故障而失去了战斗力，说明印度国产装备的可靠性根本就不合格。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活动日益频繁。就在今年年初，中国山东号航母编队在马尔代夫附近海域进行演习，这给印度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对于印度来说，中巴的双重夹击让他感觉压力山大。空军的苏 30MKI 部署困难重重，海军航母计划也不遂如人意，现在还趴在港口里大修。印度的地缘环境好似一张无形的网，紧紧束缚着印度的军事雄心。尽管印度一直自诩为世界第4军事大国，是南亚霸主，但其实从建国那一天起，印度全国都危机四伏。对于印度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少吹牛逼，多做实事。毕竟，真正的实力源于综合国力，而不是表面上的数字游戏。谁说印度比我们强？我们常规武器能碾压他们，还有核武器压阵。5月7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表演讲时，突然拍案而起，高声质问。这番强硬表态的背景是，巴军使用中国制造的歼 10CE 战机与防空系统，在克什米尔空域击落印度5架战机，且自身零损失。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在全世界向中国武器投来瞩目的同时，法国、俄罗斯2国却冷汗直流。
不知不觉中，那个曾经严重依靠苏联输出军备的东方大国，或已完成身份对调，成为新时代全球军武大比拼的赢家。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爆炸发生23分钟后即启动红色警报，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亲赴位于拉瓦尔品地的地下指挥所。随着太阳升起，两国冲突迅速向三维空间延伸。印度空军出动了其最先进的4架来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试图夺取制空权。这批单价高达 2.4 亿美元的战机挂载着流星远程空导弹，直扑八方领空。巴基斯坦空军主力空军歼 110CE 纷纷升空应对。与此同时，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战斗群也于5月7号清晨逼近至距卡拉奇港600海里处，甲板上满载着米格 29K 舰载机。巴海军立即启动反介入体系，8架挂载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枭龙 Block 3战机从南部基地紧急升空。印度第4山地师凭借特 90S 坦克机群向希尔科特防线靠拢，迎接他们的是巴基斯坦哈利德主战坦克与红箭12反坦克导弹机群。海陆空三军全面对垒，两国大军严阵以待。在国际视野和判断中，向来被认为实力较弱的巴基斯坦估计会来一场大败。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印巴首回合剧烈交锋中，巴基斯坦竟然取得了全方位的领先优势。战斗爆发第一天凌晨，巴军部署在边境线的 SH-15 型155毫米卡车炮击群开始还击。这种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研制的新型火炮展现了恐怖的精确度，首轮齐射的48发 WS-35 卫星制导炮弹全部命中目标。印军前沿的5个装甲车集结点和3座弹药库在火光中化为废墟。海战层面，巴基斯坦虽没有航空母舰助阵，但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升空足以让印度海军束手束脚。这种射程达290公里的致命武器，以 3.5 马赫速度俯冲时，能够穿透目前任何舰载防御系统。卫星图像显示，原本气势汹汹的印度航母编队在发现威胁后突然调转航向，其撤退轨迹在电子海图上画出凌乱的折线，暴露出决策层的混乱与恐慌。而在空中，印度也遭遇大败，竟然被巴基斯坦零封。在以往印巴战争中屡屡受挫的巴基斯坦军队，此次却表现出极其强悍的战斗力，在各处战场接连斩获战果。而支撑巴方空军扬眉吐气，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空战力量，正是来自中国的歼 10CE 战机。歼 10CE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4代半多用途战斗机，是歼 10C 的出口型号。该机型首次亮相于2019年迪拜航展。2022年3月11号，巴基斯坦在卡姆拉空军基地正式接收首批6架歼 10CE， 成为该机的首个海外用户。巴总理伊姆兰汗亲自主持接装仪式，称其为改写南亚空战规则的利器。至2024年，巴基斯坦空军已列装2个中队，共36架歼 10CE。在巴基斯坦空军中，歼 10CE 被赋予印度和智龙的称号，主要用于对抗印度阵风战机。从实战来看，歼 10CE 并未让巴基斯坦失望。2024年4月底的印巴对峙中，歼 10CE 通过电子干扰压制印度阵风战机，迫使后者紧急降落，直接导致印空军副司令被解职。而如今的印巴空战更是让歼 10CE 一战封神。该机配合霹雳 15E 导弹和 CADK-03 预警机体系，实现零损毁击落印度多架先进战机的战果。巴空军评价其雷达探测距离、电子战能力和人机交互设计远超预期，特别是语音识别操控系统和360度战场感知能力，使飞行员如同在透明战场作战。实际上，这场始于5月7号的空中遭遇战，从第一秒就注定是场不对称的科技博弈。歼 10CE 配备的 ASA 雷达系统探测距离突破280公里，较印度阵风战机的 RBE-2 雷达提升近2倍性能。这种采用第3代半导体材料的雷达组件，能在 0.3 秒内完成对空域的全景扫描，配合机载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形成360度无死角的战场感知能力。这种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使得印度空军引以为傲的 4.5 代战机群瞬间沦为空中标靶。印巴空战还没打响，战斗结果就已经注定。5月8号，巴方飞行员在距目标195公里处发射导弹，利用双向数据链实时修正弹道，最终在印军阵风战机尚未进入流星导弹射程前完成击杀。5月9号，巴方通过数据链将 LY-80 防空系统与歼 10CE 机群联网，形成纵深达400公里的立体拦截网。5月10号，巴方飞行员启动多频谱干扰吊舱，瞬间瘫痪半径150公里内的印度防空雷达网。在苏系、俄系、法系战机占据全球空军市场，饱受各国欢迎时，歼 10CE 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实战，向全世界证明中系战机的时代已然到来。巴基斯坦空军接连斩获多架印度空军战机，在印度政府对此闭口不谈的同时，全球各国媒体纷纷报道出阵风米格战机坠落的残骸。
外界一度传出法国禁止印度空军再升空阵风的消息，只为在阵风彻底被歼 10C PK 下去之前保存最后一丝颜面。而相较于法国阵风系战机，更加捏一把汗的无疑是俄罗斯。作为曾经歼系战机的引领者，俄系两大王牌战机在这场正面空军对垒中可谓是一败涂地。米格29与苏30两款俄制战机的历史光环与当下困境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巅峰之作，米格29诞生于冷战铁幕下的尖端技术竞争，其设计初衷是打造一款轻量化、高机动的前线制空战机。1977年首飞的米格29凭借独特的一身融合机动布局和 RD33 涡扇发动机，在1980年代北约军演中曾让西方震撼。其头盔瞄准具与 R73 近距格斗导弹的组合，可在目视距离内实现看到即摧毁。这种能力在1999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空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米格29在缠斗中多次击败 F-16，用机炮击落对手的战例，至今仍是空战教科书的经典。而苏30作为苏27家族的深度改进型，自1996年服役以来，便以空中战术指挥机的定位傲视群雄。集4000公里的超长航程和12吨的武器载荷，在2008年印巴克什米尔对峙期间，曾以持续72小时的前沿空中巡逻压制八方战机，展现出战略级威慑力。然而，这些昔日的辉煌在此次印巴冲突中荡然无存。米格29引以为傲的机动优势被现代电子战彻底消解。其 N019 雷达作为1980年代机械扫描技术的产物，面对歼 10C 的氮化镓相控阵雷达时，200公里的探测差距使其沦为空中近视眼。更致命的是，印度米格29 UPG 虽进行过现代化改造，却仍未解决原始设计的根本缺陷。机体空间限制导致无法安装大功率电子对抗设备，在八方 ZDK-03 预警机与歼 10C 的联合电磁压制下，连引以为傲的近距离格斗都未能展开，便被霹雳15导弹击落。苏30 MKI 的处境更为尴尬，这款号称南亚天空统治者的重型战机，在此次冲突中全程未获准升空作战。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印度的技术困境，其无源相控阵雷达需要长达15分钟预热才能达到作战状态，且印度自研的剑鱼雷达数据链与俄制武器系统存在兼容障碍，导致其无法融入战场信息网络。这种系统级缺陷在2019年印巴空战中已出现端倪。当时一架苏30 MKI 被八方老式 F-16锁定后，竟未能及时感知威胁，若非预警机提醒，险些遭击落。米格29在1990年代曾出口30余国，1600架的产量创下苏联战机外销纪录，但其机场守护者的短板随着战场形态演变愈发明显。550公里的作战半径在超视距空战时代形同鸡肋，机械扫描雷达面对隐形战机时几近失能。即便是俄军自用的米格35，其改进型 ZOK-A 雷达的理论探测距离也不过160公里，上不及中国霹雳15导弹的射程。这种系统性衰退在俄乌战场得到残酷验证。俄空天军的苏30 SM 多次遭单兵防空导弹击落，暴露出低空突防战术与现代战场感知体系间的代差。当年苏联用米格29对抗 F-15的豪情，如今在中国军工的弯道超车中重现。但这次技术革命的内涵已截然不同。当俄罗斯还在为特14斯坦克的量产挣扎时，中国军工生态已形成预研一代、试制一代、装备一代的良性循环。米格29与苏30的谢幕，不仅标志着俄空军某个装备型号的过时，更意味着在这场无声的中俄军备大比拼中，中国早已远远将俄罗斯甩在身后。